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身為主人，你可能都聽過話，貓好叻隱藏自己嘅痛苦，等到有明顯症狀嘅時候，多數已經好嚴重啦。呢類情況令到唔少主人覺得好自責，再分唔清楚究竟係自己疏忽，定係收容所真係一無所知，又或者呢個就係幫襯咗黑心商人嘅後果呢？不過無論如何，比起每日要困喺籠入面，能夠生活喺既安全又充滿愛嘅屋企，對每隻貓嚟講都已經好幸福。所以千祈唔好太過介懷啊！相信喺最壞嘅情況發生之前，就算主流保險未必會包年度嘅體檢，對老貓又唔係太友善，但我哋都可以自己行多一步，學下點樣幫貓做日常檢查，了解初步嘅病徵。繼上集分享6個外在同行為檢查嘅項目，今集貓咪實用 Body Check 健康指南就會集中講下身體機能方面嘅檢查同觀察。不過開始之前，不如簡單傾下點樣喺貓嘅細微動作入面推測到佢哋係咪忍緊痛，又或者好唔舒服啦。你準備好未啊？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要推測一隻貓係咪忍緊痛或者好唔舒服，其實好多時可以從佢哋嘅身體語言睇到。有啲貓會突然變得好靜，長時間咁匿埋，唔跳唔玩；有啲就坐立不安，成日含住個背，又或者縮埋一嚿。而平時好親人嘅貓，如果你伸手去摸，佢又呼呼聲、哈氣，甚至出爪咬人。但屋企又冇特別事發生過，咁就好大機會係身體出咗問題啦。連一向好餵食嘅貓，如果突然唔食唔飲，或者亂咁尿尿，9成9都係痛到嗌晒救命。外表上仲會見到呼吸急促、瞳孔放大、眼神半開半合，甚至唔再自己清潔，搞到毛髮又油又亂。當然，聲音嘅改變都係好重要嘅線索嚟，可以睇返呢一集內容。最重要係唔好誤會佢哋嘅提示，因為好多時其實係向我哋發出嘅求救信號。接落嚟繼上集，我會講埋餘下6個對健康同樣好重要嘅檢查同觀察項目，記住睇到最後啊！飲食與排泄觀察，平時要多留意貓嘅飲水量、食慾、排便同排尿頻率。觀察佢食嘢、飲水嘅行為，睇下糞便嘅狀況，同埋貓砂盤入面有冇血尿或者其他異常。特別係波斯貓、異國短毛貓呢類係腎病高危嘅品種，就要額外留意。如果有血尿或者尿頻，可能係泌尿道疾病；糞便變黑，可能係腸道出血。飲水多咗又多尿，就可能係糖尿病或者腎衰竭。如果只係輕微肚瀉或者便秘，可以先觀察48小時，同時調整下飲食。但如果持續多日，或者發現糞便變黑、有血尿、尿頻或者排尿困難，就要立即帶佢去睇獸醫啦。我相信凝結沙真係會引起泌尿道問題。我隻公貓以前就係咁啦，平時屙好少尿，有時仲有血，睇過幾次獸醫，食晒啲藥同處方糧都冇改善。直到有一日，我由凝結沙轉咗用木沙，之後佢就冇再出現任何泌尿問題啦。要知道凝結沙一遇水就會凝固，而且啲沙粒好細咯，好容易攝喺腳掌度。當貓舔毛清潔嘅時候，就有機會將啲貓砂食埋落肚，增加健康風險。對我嚟講，木沙唯一嘅缺點就係要配合啱用嘅貓砂盤，其他方面基本上都係優點嚟。活動力及精神狀態，留意貓有冇成日瞓，冇咩精神，唔想喐，係咁舔毛，長時間匿埋，又或者會突然發脾氣，甚至行路變得僵硬。另外要特別留意蘇格蘭折耳貓同緬因貓，因為基因問題，分別容易會有軟骨病變同肌肉萎縮，導致關節痛、
後腳冇力或者行路唔穩嘅情況。如果佢突然成日匿埋唔俾摸，好可能係唔舒服或者有痛症。行路僵硬或者唔肯跳，高齡貓多數都係關節炎。過度舔毛就可能係皮膚過敏、寄生蟲或者心理壓力。而突然變得好有攻擊性，通常係因為痛症或者受驚。有啲症狀可能同嚴重疾病有關嘅，例如感染、心臟病、白血病、糖尿病、腎衰竭或者癌症等，通常要靠儀器檢查或者驗血先至可以確認。如有懷疑，建議盡快帶佢去睇獸醫啦。我屋企有隻2歲嘅貓，有次幾秒內由好親人變到好惡死咁，仲咬傷咗我老公隻腳踭，搞到佢因為感染要入院住咗2個星期。當時我哋完全唔知咩事，後嚟先發現應該係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佢本身有隱藏嘅痛症，睇咗獸醫之後就好返晒啦。不過呢個只係導火線嚟。第二就係屋企外面有隻松鼠成日出現。第三，唔知邊度嚟隻公貓，每晚會喺個窗出面同佢挑機，仲喺我哋個門口留低氣味。每次見到佢俾呢啲嘢激親，我哋都會先安頓好佢，等佢冷靜咗先，然後再慢慢搞掂啲源頭，例如隔絕晒外來貓嘅氣味，再繼續睇實佢嘅健康。當所有刺激到佢嘅嘢都清除晒之後，佢嘅行為就變返正常啦。體重及體型變化，定期幫貓磅重，用手摸佢嘅肋骨，理想係摸到邊邊，但唔會突晒出嚟。同時檢查下腹部有冇腫脹或者變硬。另外要特別留意波斯貓、異國短毛貓呢類係腎病高危嘅品種。體重下降可能就係腎衰竭嘅徵兆。體重跌得好快，可能係糖尿病、甲亢或者腎衰竭。如果腹部腫脹又或者變硬，就可能係腹膜炎、嚴重便秘、腹水或者腫瘤。體重急降有機會係白血病、心臟病、慢性腸道病或者癌症而引起，要經獸醫檢查先可以確認。輕微嘅體重變化可以觀察1至2個星期，期間調整下飲食。但如果體重持續下跌或者減超過10%，又或者腹部有腫脹、變硬，就要立即帶佢去睇醫生啦。我隻貓之前確診咗糖尿病酮酸中毒，血糖高到430，當時佢瞓咗幾日，仲不停咁嘔。留院1日之後，獸醫叫我以後幫佢打胰島素。雖然冇叫我轉糧，但我自己就做咗功課，決定全部轉晒做濕糧啦，每日分3餐餵。2星期後再去復診，獸醫都好愕然，話佢嘅血糖已經正常返晒啦，仲可以停打胰島素。1個月後再檢查，血糖都係好穩定咯。1年後，因為濕糧太貴啦，加埋佢嘅口味都轉咗，我就改餵高蛋白嘅乾糧，加埋有自動餵食機控制好份量，唔再餵零食，佢依然都好健康啊。對我嚟講，佢可以唔使打胰島素，真係好感恩，亦更加肯定控制飲食真係可以帶嚟奇蹟㗎。呼吸與鼻腔檢查，想知道貓嘅呼吸系統有冇呼吸道感染、哮喘或者鼻腔嘅問題，最簡單方法就係喺佢安靜、冇受驚，甚至瞓着咗嘅時候，觀察1分鐘呼吸幾多次啊。如果係20至30次就正常，31至39次就要密切觀察同記錄啦。但如果多過40次，可能同心臟病、肺病或者嚴重呼吸道問題有關。同時留意鼻有冇鼻涕或者成日打乞嗤，聽下有冇氣喘聲，又或者唔正常嘅雜音。另外特別要留意波斯貓、異國短毛貓呢類扁面貓品種，因為塊面同鼻嘅結構問題，喺天熱或者激動過後，好容易出現呼吸困難。成日打乞嗤加透明鼻涕，可能係上呼吸道感染。
鼻涕變黃或者變綠，多數都係細菌感染。如果有氣喘或者呼吸要好用力，可能就係哮喘、心臟病或者肺病。另外要分清楚咕嚕聲同異常呼吸聲嘅分別。正常嘅咕嚕聲係由喉嚨發出，只要輕按喉嚨就會即時改變或者停止。如果聲音係由胸口發出，通常唔會受到影響，仲會同時有呼吸急促或者冇晒精神嘅情況。如果每分鐘超過40次就係呼吸急促，呢個係急症嚟，可能同心臟病、肺病或者嚴重呼吸道疾病有關，一定要立即帶佢去睇醫生啦。另外，如果出現類似症狀，亦可能係鼻腔有異物、過敏、鼻竇炎、肺炎或者癌症，例如鼻腔腫瘤、肺部轉移而引起，需要經獸醫檢查先可以確認。前排我屋企有2隻貓一齊病，又剛啱係週末揾唔到獸醫，只好自己照顧啦。首先我俾佢哋好好休息，留喺安靜嘅房減少壓力，將貓砂盤徹底清洗消毒，因為我懷疑入邊殘留咗啲霉菌定係病菌。而飲食就改咗做每日2餐，餵啲高質量嘅濕糧。其實佢哋平時好餵食㗎，而病嗰幾日就食剩好多咯。好彩幾日後又食晒。飲水方面，因為佢哋唔太中意飲水，我就喺水度加啲牛奶去引佢哋。有時晚餐後我會再俾少少奶同佢哋補水，效果都唔錯。全程我都冇逼過佢哋食嘢啊。到咗星期一，佢哋嘅精神同活動力好返好多啦。到週末差唔多完全康復，最後都冇去睇過獸醫。呢次經驗令到我覺得，有時細心啲搞好個環境、飲食同休息，真係幫到佢哋快啲復原㗎。心臟健康檢查，想睇下貓嘅心臟健康，可以喺安靜休息嘅時候，用手輕輕放喺佢左邊心口，即係前腳手踭位後面，感受同數下1分鐘心跳幾多次啊？正常係1分鐘120到140下。如果佢休息時呼吸明顯快過平時，好似1分鐘超過40次就要留意啦，因為心臟衰竭好多時都會係咁。仲要觀察有冇張開口呼吸，活動力突然下降，唔願跳高，又或者玩一陣就喘氣得好犀利。檢查埋佢後腳有冇突然冇力、好痛或者癱瘓，有可能係血管阻塞引起嘅緊急情況。另外特別留意緬因貓、布偶貓、英國短毛貓同孟加拉貓係心臟病嘅高危品種，建議最好定期做心臟檢查。休息嘅時候呼吸好快，張開口呼吸或者後腳癱瘓都有機會係心臟病嘅徵兆。如果出現類似嘅症狀，都有可能係心臟病、傳染性腹膜炎、肺炎或者癌症，例如肺部腫瘤，所以一定要經獸醫檢查先可以確認。如果發現休息嘅時候心跳持續好快、心跳唔規律，或者有呼吸急促同後腳冇力，就要盡快帶佢去睇醫生啦。我隻貓6個月大，有次我要出門成個星期，就同佢家姐送返去之前寄養嘅家庭度暫住，佢哋好快就適應啦。等到我接返屋企嘅時候，剛啱嗰日天氣好翳熱，屋企都成27度，又焗又濕。就喺搬返屋企嗰晚，佢同佢家姐瘋狂咁追住玩，搞到好似哮喘咁，呼吸到好大聲，簡直嚇親我啊！雖然佢以前間中都會玩到癲晒咁氣喘下，但未試過咁嚴重咯。到第2日，我即刻 book 咗獸醫，幫佢檢查咗心臟同肺都冇事。最後我估可能係天氣太熱啩，加埋玩到太癲先會咁。我之後仲買咗降溫墊同冰涼毛巾幫佢消暑，之後差唔多都冇再氣喘過啦。好彩唔係咩大問題，真係鬆一口氣啊！嘔吐情況觀察，留意貓嘔得有幾頻密，
係間中一次，定係每日或者每星期幾次呢？睇下嘔吐物係咪未消化嘅食物，黃膽水、白泡、毛髮、異物定係有血？仲要留意究竟係食完飯即刻嘔，定係空肚嘔呢？同埋係好易就嘔到，定係要好辛苦先得呢？間中嘔下毛多數都係正常，不過要留意頻率。嘔黃膽水可能係空肚太耐，或者胃酸倒流；嘔綠色液體、異物或者血，可能就係中毒、腸道阻塞或者其他嚴重疾病。而嘔血就好多時係腸胃出血、潰瘍或者腫瘤。至於嘔未經消化嘅食物，可能只係因為食得太快，個胃消化唔切，又或者腸胃功能比較疲弱。嘔吐原因可以由腸胃唔舒服到胰臟炎、腎病、肝病、甲亢、中毒，甚至腸道腫瘤都有可能。間中嘔毛但精神同食慾正常，可以先觀察下。但如果24小時內嘔多過2次，嘔吐物有血、有異物、大量黃綠色液體，或者冇原因咁反覆嘔，就要立即睇醫生啦。特別係同時仲全身冇力、唔食嘢、行路唔穩、呼吸急促，或者懷疑食咗有毒嘅嘢，都係急症嚟。而長毛貓如果短時間內多次嘔毛，再加腸道唔舒服，好可能係毛阻塞，非常危險㗎。我隻波斯貓以前成日嘔㗎，後嚟買咗個斜口設計嘅碗俾佢，之後就冇再嘔過啦。其實貓食嘢係用條脷由下向上兜入口，唔似我哋人咁直接咬。如果用普通平碗，啲食物就好容易卡住喺喉嚨，又或者食得太快會嘔。只要揀個碗口斜少少，啲食物就好容易落到喉嚨去消化，唔使咁驚佢會啃親，又或者嘔啦。最後，希望今次呢個為貓而設嘅自家檢查專題，可以當成一條健康說明書嘅影片指南，俾大家儲起嚟隨時參考。始終預防勝於治療。喺而家世界變得好快，冇人估到下一秒會點。即使再健康或者年輕，無論人定貓都可能隨時出事。加上香港咁嘅經濟環境，寵物檢查同醫療費用可以好高。即使唔係錢嘅問題，都關乎佢哋嘅生活質素。對貓嚟講，如果成日要打針、做檢查、受驚，就係為咗健康問題而失去自由自在嘅生活，其實唔一定開心，甚至會加深痛苦。睇到呢度，生活好多時確實冇乜輕鬆嘅選擇，但只要我哋仲可以愛佢哋，愛到生命嘅盡頭，就已經好足夠啦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每個留言對呢個頻道嚟講都係無價，仲有機會真係幫到其他主人添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多啲向身邊鍾意貓貓嘅人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